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《突击骑兵第二分队》。这款游戏发售于1998年，比前作晚了1年。和前作相比，这款游戏的画面更加的精细，但是关卡的数量变少了。因为前作有3个分支路线，所有的关卡加到一块有17关之多，但是本作只有2个路线。可选的角色方面也从8个削减到了4个，所以很多初代的玩家对本作是不满意的。但是如果单看本作的游戏素质还是不错的。4个角色我选择了安琪儿，因为本作一共2个女性角色，其中安琪儿的数值是90、58、83，另一个角色露露是70、53、75。所以说换你也会选这个角色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这几个参数代表什么我不懂啊，不过大的肯定就是好。2代也是有自己特色的，比如说它加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得分的系统，不同的攻击手段得分的倍率不一样，并且捡取加分的道具的时机也很重要。当道具闪光的时候，你会得到更高的分数。这种设定之前在一些飞行射击游戏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。正因为有这个设定，所以说这款游戏高手有2种玩法。第一种当然就是速通了，第2种就是摊分。不过这2种玩法对咱们普通的玩家来说都是比较远并且比较难的，所以说咱们只要能够通关就好。地面上的道具除了加分之外，还有手雷以及字母。字母的话，咱们就需要凑齐血条下方的这个单词，会得到额外的分数。咱们要等地面的那个道具消失，才能往前推进卷轴。这里到达了第1关的 BOSS。第1关的关卡名称叫做突击第2分队，算是整个剧情的开场。这里我是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武器，特殊的武器除了这款之外还有2种，一种是喷火枪，还有一种是飞驱来器。其中飞驱来器的攻击力非常高，如果在关卡的流程阶段多使用近身的攻击或者是载具的攻击，把飞驱来器保持到 BOSS， 那打起来会比较有效率。一关之后咱们需要选择分支的路线，其中一个是空军基地的路线，另外一个是海军基地。我这里就选择了海军。这里我捡到了载具，载具有3种。第1关咱们曾经使用过坦克，现在使用的是武装战车，还有一种是机器人，攻击的方式不大一样，不过都可以普通攻击蓄力，或者你可以直接把战车放出去。其实载具的操作和合金弹头是差不多的。第2关关卡的地名叫做布罗兹纳，在这里作战就是为了夺回海军的基地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。游戏发生地叫做比尔德克，
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，国家的总统发布了削减军备的政策，但是遭到了国内的财团迪克的反对，因为迪克是开发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公司，负责人叫做忠臣。忠臣发动了政变，宣布成立了新的政府，并且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摧毁了一个城市，以此来要挟各国的政府屈服于他的统治。这样，联合政府就派出了敌后骑兵第2分队来平息事态。游戏的剧情设定还算是中规中矩，但是大家当年在玩街机游戏的时候，很少会去关注游戏剧情还有设定的方面。目前的情况，遭遇敌人，我还是倾向于近身的攻击，因为在第1关武器没能升满，近身攻击打倒敌人之后给的道具应该是随机的，所以升级武器还有把单词的字母集齐，这都是需要看脸的。这2个我就不剪了，因为如果你剪错字母的话，单词亮起来的部分是会被清零的。这里要进行 BOSS 战了。和初代相比，2代的 BOSS 的设计还是比较成功的。1代由于关卡的数量比较多，所以 BOSS 也只有那么2、3种。换一个皮就又出现了。可能越到后面的关卡，它的攻击手段稍微丰富一点，但是玩家还是能看出来。第2关的 BOSS 战是一场水上的战斗，我扔了好多的手雷啊！不同的角色手雷的数量是不一样的，而且这款游戏还有一个4维的系统。4维包括了攻击、防御、速度，还有闪避。其中闪避的参数应该是控制人物被攻击范围的大小来实现的。这里已经把我逼到角落了呀！第3关来到了萨默斯，本关的标题叫做“遭遇抵抗者”。敌方出现了新型的作战的载具，我这里通过近身的攻击，想要补充一下手雷，或者是把这个单词给集齐。这个单词好像卡了好久了。这里的运气不错，这2个字母正好是我需要的。但是捡到之前，应该先清理一下敌人。对面的载具的种类还是很丰富的，起码比咱们只有3种要多很多。其实和海军的路线相比，我更喜欢玩的是默认的空军基地的路线。但是这款游戏我记得大概1年多之前录制过高手的速通，所以这次我自己玩就选择了海军的路线。
多小伙伴可能觉得这款游戏的风格和合金弹头很像，包括了3键操作，包括载具，但是这款游戏是一个俯视视角。和初代相比，最大的遗憾就是这款游戏取消了团队作战的模式，你只能使用1个人从头打到尾。我的车闪光了，我感觉是保不住了，所以说只能把它放出去。因为载具的体积是比较大的，躲子弹很困难。手雷没有浪费。当然了，在高手眼里，我刚才的行为是非常浪费分数的。而且大家看这款游戏的计分其实非常细，它可以到10位数，但是它的上限又非常高。计算到1000万的级别，再加上本作非常复杂的分数的加成机制，能够看出来官方还是鼓励摊分玩法。这款游戏的难度和很多同类的游戏相比也不是特别高，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当年都可以通关。又是敌方新类型的载具，我的坦克耐久不满了。其实这里的载具，很多小伙伴玩的时候是可以把它带到 BOSS 的。遇到敌人数量比较多、子弹比较密的情况，就从坦克上跳下来。而且你跳下来的时候会获得一个比较短暂的无敌时间。这样一说的话，这个设定和合金弹头又比较像。这关 BOSS 是4个部分组成的，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坦克带过来，你可以在特定的阶段把坦克放出去来冲撞 BOSS， 这样造成的伤害也是很高的。4个组件的弱点提示都是红色，那就说明这4个家伙都需要干掉。这里咱们站到中间，敌方攻击了就需要跳跃。跳跃的时候是无敌的，这一点还是不错。因为凭借人物移动的话是很难躲掉这款游戏大部分弹幕的。跳跃的时候还可以任意的移动，这也是本作灵魂的操作。给我爆出来一个回血的道具。每被干掉一个部分，这个 BOSS 就会进入新的阶段。我感觉最后这个形态是最好对付的，它发射出来的导弹是可以打碎的。这里过关了。那好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